那我们今天推的这个双极的射频的电烧呢，那基本上它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它以前是属于单极，甚至最传统的健保刀是属于用300多度的电烧刀，那基本上温度会比较高，对于鼠只的伤害跟术后的恢复一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一次这个新的双极的射频呢，那基本上温度比较低，那术后的恢复也比较快，住院天数也比较短。那术后的疼痛，依照我目前的个人经验，病人的疼痛度有显著的下降，所以今天就是来这边跟大家介绍这个新的刀，让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新的选择。好，那回到源头，什么样的患者他必须适合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大概是什么原因？帮我做个说明。基本上只要是属于有2种类型，一种是就是打呼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它有扁桃腺肥大的问题，造成扁桃腺阻碍了呼吸道。那另外一种病人是反复的扁桃腺发炎，只要1年内有超过5到7次发炎，长期在吃抗生素的病人，基本上都可以考虑可以把扁桃腺做一个切除的动作。那当然，以前人会说，扁桃腺切除可能会影响一些免疫功能，但是目前的研究显示，因为我们的扁桃腺除了2边的咽扁桃腺以外，还有我们的鼻咽扁桃腺，还有舌扁桃腺，所以基本上把这2边2扁桃腺切除之后，基本上我们还是有2道防线可以去做一个平常呼吸道的一个防御，所以基本上也不用太担心说切除之后会有造成任何的副作用或反效果。但其实呢，长期的打鼾不仅会影响睡眠品质，更可能会导致一些高血压、心脏病、脑中风，甚至增加了夜间猝死的这个风险。那面对这些复杂的上呼吸道的阻塞的问题呢，单单靠药物或是正压的呼吸器，往往效果都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呢，奇美医院的详细的内容呢，我就有请我们耳鼻喉部的沈志轩沈医师来我们做说明，有请沈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就是探讨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其实还蛮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算是一种文明病吧，就是打鼾那打鼾它当然有很多原因，那我们后面会逐一的去探讨那基本上我们这一次还要再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27岁的潘先生，他主诉是长期睡觉打鼾严重，那他基本上在外院做过一个睡眠的检测，就是在其他间医院，就在医院睡一个晚上，正刚医生睡觉的时候强制灌压那个氧气进去，让他可以不要打呼这样子。那但是因为其实这个如果有用过或者是大概知道这个机器的，大家都知道其实它蛮吵的会有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大家第一个想到通常会是肥胖那但是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平的，那你会发现它这边凸了一颗那基本上是一个腺样体的肥大鼻咽癌，那确定是良性了之后，我们才让它进去做手术。对，那基本上这个整个喉咙基本上它整个可以呼吸的管道都是被阻塞的。好，那当然我们也做小于250，这也小于500，基本上都是属于鼻阻力高的一个患者。因为我觉得他黄鼻涕很奇怪，为什么除了扁桃腺肥大以外还有黄鼻涕？结果发现，他的鼻窦炎他整个鼻窦位置呢也都是里面堆满了息肉，然后它扁桃腺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电脑的情况。那至于腺样体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在鼻腔最后面，正常来讲这边不应该有这一块。应该在30岁后应该会退化掉，但是它没有，那所以整个就是用导航辅助的方式去针对这个多个鼻窦去做切除，去做把它这个。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一次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使用双极射频的扁桃腺切除装之后，我们这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它整个呼吸道被打开了就左右。那如果是健保的电烧啦300度的左右的，那基本上至少要1-2个月。对，所以基本上复原速度其实是真的蛮快的，而且还蛮漂亮的。对，那术后基本上潘比较害羞了，所以就没有过来。对，那么我有跟他讲说要不要过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但是他在门诊就说，可以，我们可以就是以他为一个案例去跟大家做分享，这样那部分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睡眠呼吸相关的疾病在新的一个论文里面是把它归类在这个 sleep related breathing disorder 的一种。那它盛行率其实男性会比较高。那随着年龄、肥胖当然还有喝酒酒精等等，还有鼻塞的严重程度都会增加。那其实是久了，大家发现国外的研究发现，它对于高血压，还有一些心脏疾病、糖尿病、心血管事件包括一些是需要去通行居家睡眠检查。那当然现在因为医院其实很满，那一个晚上说真的，一个睡眠呼吸中心也只能一个过来医生端这边，那基本上就可以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那这个就是居家的报告报告会传到我们医生端
那到门诊端就是以内视镜的检查来看，说到底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特门呼吸中止症，第一个当然就是鼻中隔弯曲比较肥大的鼻塞，然后鼻窦炎就是有鼻息肉去阻塞，或者是小儿比较常见的腺样体肥大后坠这个部分，就是这几个是呼吸道比较容易产生的部分。那其实所有的呼吸道睡眠中止症的病人，以多久这个才会有显著的改善？有些病人说真的，就像这个病人，基本上他没办法承受 CPAP 的这个正压呼吸器的。那鼻窦炎呢，就是微创的鼻窦炎手术，基本上现在都是用内视镜，那基本上伤口都很小，恢复期也很快。那腺样体的话呢，就是用动力旋转刀辅助的方式，照一下这个双极射频新的这个扁桃腺切除装置，它是使用一个双极射频的方式去结合一个机械的刀片。那它的热伤害非常的低，基本上传统电烧都是300度，这个基本上是60度左右。那止血效果非常的好，甚至有时候会到2个小时。那目前我用这个做，以这个潘先生为例，说真的，我两边各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两边半个小时。住了之后，然后再使用双极射频先止血了之后，然后再用一个刀片，角度也是还是传统电烧刀更大，但是余温我们会发现，你看，即使切断了之后，传统电烧刀的热伤害还是一直的存在，出血量啊等等的都是比较好的。那所以现在是以这个表来讲，是现在我们台湾要做这个手术3个的选择。传统的电烧就是健保的部分，那这个传统的吃其他的止痛药，对。那术后第3天开始吃流质了之后，基本上它也没有什么任何。就是先夹，然后这个是烧，然后它会就跟力压血一样，它会嘟嘟说止血完成，然后再断开。哦。对，然后就会直接断。所以这样子手术时间也会比较短，会是这样的。会比较短，对。好。那我想问一下费用。就是你把血溶层仿折上来，会有一个点，有一个折痕。哦。你不能过那个折痕，你如果切超过那个折痕，对呀，会呛。对。你只要吃东西就往上，就往上呛。我想说是不是